朋友们，我在驾车，我刚刚看了戏，在 Pavilion Bukit Jalil， 我们看了 Captain America。现在呢，在回来的路上，刚刚发生了一个事情，我觉得挺有趣的，就特别想要和大家分享，来听听看大家的意见啊。那么各种意见都是欢迎的。主要呢是我在停车场出来的时候，把我的车票，就那个停车票给丢了，发生的前前后后的事情，大概也耽误了30几分钟有的。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呢是清楚的记得这个票呢，我去看戏的时候是带在身边的，应该说出戏院的时候可能还在，但是就是不太小心吧，有可能把饮料的这个杯子去扔掉的时候，我一掏口袋看有什么垃圾就一起扔掉了。当时还觉得很好玩因为我出戏院的时候看，大把人平时是很环保的但看戏的时候，好多人这个杯子都不丢，我也不懂我还在那边记录，然后不经意间呢，结果呢把自己的停车票当成垃圾一起丢掉了，这是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形。那么在出口，在付费站的地方呢，我还是先把钱用那种红色的机器，那是可以输入自己的车牌号码就来付钱的，并不需要付现金的，插卡付现金的这个地方，我还是把停车费给付了。注意 Pavilion Bukit Jalil 呢和 Sunway Pyramid 是不一样的，并不是电子的自动扫车牌识别，然后你出口呢付钱就可以自动的出去，它还是有这么一张票存在的。这个票呢就是之后的一个关键了，并且它不是一张循环的票，每次都可以使用的，它就是会印上你的车牌号，它呢就是会说你进入的时间 entrance， 然后呢供你出去的时候使用，把它插进去就可以走的，是一次性的。它呢也不是一张卡，这么说是我想说明它的成本呢并不是很高的。所以呢讲回来我把钱付了，就在想万一我回到车上又找到了，我和 Wilson 说可能还有10%的可能性可以找到，那我们就走如果找不到，那我们和保安再说。但是呢我是万万没想到这个事情还是要去 management office 的。事实就是这样的，当我跑到出口的地方呢，保安说不行你这车出不去，你要去找这个 management office 才可以，好吧，那么就绕回去找到了他们。我再看看如何处理，我心里的想法是我掉了车票好像不是很贵的，我感觉这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吧。那么你查一下我的付费记录，了解一下我的车牌，帮我 print 一下，或者在电子系统上做一个操作，我应该就可以出去了。但我心里呢是划过一丝这个悬念，这悬念就是万一要赔很贵的钱，有没有可能？进门的地方有没有告诉过你？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 notice？ 好像有好像没有，但我没有太当一回事，毕竟它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而且就我对马来西亚的了解应该可以很快处理好的，这毕竟不是大事吗？那么看来我这个了解还是不够的，至少我对 Pavilion Bukit Jalil 的 parking 这个系统我是了解不够的。因为进去之后呢，他马上跟我说他说你看我们这里有规定这个如果是汽车的话呢，你掉了票要罚款50。被震惊了，他们说因为我掉了票子，即便我在手机上已经支付了，必须要付这个 penalty 50块钱。可是我觉得这只是一张票可以随时打印我也已经付了呀，为什么要罚款50呢？这是哪门子事呢？的车罚款20，确实我一看小小的字上面是有写的那我说不会吧，这个很不合理你不能重新帮我 print 或找一个其他方法吗？那么这个小姐姐她态度是很好的，我们有一说一接待我的2位态度都是很好的，我也是很好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就好好沟通嘛，行就行，不行就先按章办事这也是来和大家讨论的原因。他进去呢找了他的另外一个同事，应该是他的上司他呢出来也来跟我说抱歉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上面，这就是 HQ 的规定。我还是告诉他，我说行，我知道了，这是你们的规定，可是我觉得这有不合理的地方我不是说质疑这个行为和他的规定本身，我们会按规定来办事的。Yes, this is the only way. I mean, this is the only way. Yeah. Okay, then let's go. 那个经理也说没有办法，只能付50块钱，在 ticket 上已经说明了。但是我也要告诉你，他听上去很不合理。为什么你们可以查到我的付款信息，查到我的车那么只是掉了一张一次性的纸就要付50呢？他说因为他们要拿这个钱重新去买这个票子所以呢他按照他的规定只能这样做，行吧？
那么又进入到下一步，我们怎么做呢？他们又进去了一下，拿出来一张这个丢了 ticket 的这个 form 给我，在这个 form 上不单单要把我的姓名填写上去，然后呢非常认真的还要一定把我的家庭地址、手机拿我的这个驾驶证要来拍照记录下来，还要说我的车什么牌子、什么型号、什么车牌号、什么颜色，对，这些都要把它填好。Okay, that's good. Do I have to put on my address? Yeah. Wow. 我跟他开玩笑，我说这个是 police office 吗？我们不是要保护 personal data 吗？马来西亚也有这个 personal data 的 protection 的 act 呀，为什么要收集这么多的资料呢？注意啊，我的态度和他们的态度始终都是很好的，我只是要了解。他说上面的规定，好吧？我说这个我知道，来自于上面，可是我还是想不通为什么需要，对吧？如果他们需要的话，那么就可以把 HQ 的他们自己的地址写上去啊。这个如果是一个票，我可以付钱，那么付了钱让我出去就好了，留下这些是要干什么，是吧？我还是不理解啊。那他有一个说法呢，我觉得有一点道理。他告诉我说还有一种可能性，因为万一谁捡到了你的车票在24个小时之内的话呢，你呢还是可以回来 claim， 要到他们另外一个 customer service 那里，还是可以把这个50块钱要回来。我说行，那么应该有我的电话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地址，还要这么详细的信息？因为我不知道他拿这个信息如何保存、如何使用、如何管理呢？这上面我都没有看到。他告诉我，这还是他们的规定。我就听着这么熟悉的剧本呢，很像是在上海在中国生活常常听到的这些话。按上级通知按上级规定要怎么做，咱们就只能执行。他呢也告诉我没有办法，他们只是办事人员如果不行的话呢，你还可以去 complain 一下。有些人 complain， 或者我没听懂但是或者是捡到票之后呢，还是可以拿回他那个50块钱的。行，那么我还是没有办法呀，他们要求是蛮严格的，我呢就把这个信息又只能填了，还拍了照留了念。这时候呢，我想那好吧，这50块钱的票应该确实很难搞的吧？他是不是要电话通知保安跟他们这个说明一下，就能够让我出去？因为不说这票还要再重新去购买吗？很麻烦吗？那小姐姐出去办事其实很快的，她就到对面的一个打印票子和付钱的这个机器上重新打印了一张出来就好了，很快。所以说1-2分钟去了就回来了，给了我这个50块钱的一张receipt， 还有呢一个新的停车票，就那么快重新 又 print 了一张一次性的票子，我就可以出去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1分钟工作人员就去机器上打印出来了，说明这事不复杂。他们就是制定了一个惩罚性的条款，收50块钱，制定规定也是可以的。但是我的 challenge 就是这是一个合理的规定吗？这是一个善良的规定吗？好，我也没办法，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谢谢他们帮助我让我来离开了，这是整个过程。那为什么还要来跟大家分享呢？我要说明几个事情。有些人会说，你不是都说马来西亚什么都好吗？你们很喜欢吗？ No， 不是碰到这样的事情我预见会有这样的声音。我先说明一下，这是 Pavilion Bukit Jalil 的 parking 这不是马来西亚。那么第二呢，有些人说，你看你不说闭嘴吗？不要抱怨吗？我想说明一下，我反复要说，我付了这个钱，我也尊重规定，但是我们对不合理的事情还是要提出自己的想法，至少我觉得是不合理的。Do you think it's fair to pay 15? It's not also because I working here, so I'm the new I person understand. here. 那么第三呢，我对大马的了解应该还不够，保不齐指不定，很多观众会觉得正常是你自己的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那他们也有可能会觉得我们觉得是合理的，这个罚50块钱，我们小时候就罚50，小时候罚49呢，现在罚50了，没涨多少，很正常。那么也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我要从大家这里可以更多的了解到风俗文化习惯是怎么样的。也有可能我相信有些人会觉得这是不合理的，那不合理的事情如果存在的话，那么正好把我的这个声音就作为一个例证，
我们可以让该听到的人会听到，会了解，说不定这个事情会朝好的地方改善呢。我这么分享啊，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经常刷 IG 啊，我会看到也有些人会分享，政府也经常会出来干预，说什么什么东西收费，在我看起来甚至于合理的，只是买样东西比较贵。他说大家觉得不合理，什么机场停车一下子付掉好多钱啦，哪个地方的什么食品啊收费很贵啊，也会民众出来抱怨。抱怨之后呢，还真有官方出来解决，这个呢也是我看到的大码，所以呢我还是把它分享出来啊，希望引起大家的了解，大家来讨论一下，给我呢支支招，告诉我你们的想法啊，你们感觉情况应该是怎么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分享呗，好吧？还有啊，就是这个纸啊，它上面写的是 penalty for ticket， 我觉得这说法有点问题，因为 penalty 的对价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张纸，张纸如果你说值50，我觉得我还是存疑啊。如果你给我一个漂亮的一个塑料的电子卡，就是这个卡掉了要付50，那好像是正常的。如果你是反复使用的 recyclable 的，我觉得也是合理的，但一张一次性的我觉得不合理。但 penalty 的是什么东西呢？我感觉我去前后还要填表沟通，开到那个地方去，浪费的时间也很多，好像我已经受到了 penalty 了。这是我的一些 argument